观众朋友、网友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俄罗斯新一代的垂直起降战斗机项目曝光，它会全面抛弃舒适设计吗？据俄罗斯媒体报道，米格公司已经在开展第5代垂直起降隐身战斗机的研发工作。那么这个工作呢，目前还处于早期的计算机模拟阶段。如果这个项目能够推进下去，发展比较顺利，将在未来的几年内实现原型机的制造和试飞。那么目前米格公司所提出的垂直起降战斗机的方案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？据说他们目前正在探索几种不同的路径，其中一个是外形、尺寸、重量类似于米格35的载人战斗机，还有一种呢，虽然现在是居于辅助地位，但是呢，它也有可能实现。而这款新的垂直起降战斗机，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中程僚机的无人驾驶战机，它可以为其他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作业，或者呢是参与联合打击的任务。那么有人驾驶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和无人驾驶的起降战斗机，这两种不同的平台，可以说设计理念是不一样的。据说呢，米格公司要把这两款不同的平台放在一个战术框架下进行研发。那么从这些消息来看呢，米格公司的这2个垂直起降战斗机的项目，在总体设计方面，看来是受到了美国 F-35B 垂直起降战斗机以及 MQ-25 无人机的影响。那么只不过美国的 MQ-25 隐身无人机，它可不是垂直起降的，它是从航母上弹射起飞，然后拦阻着舰的。可以说从这点而言，俄罗斯的米格公司在美国的 F-35B 和 MQ-25 的技术上又有了发展。也就是说，它未来的隐身垂直起降战斗机既可能是有人驾驶的，也可能是无人驾驶的。那么它是用一个平台搞出2个不同的方案呢，还是分别研制2个平台？也就是像 F-35B 和 MQ-25 一样，外观完全不一样，尺寸、重量也不相同。那么目前现在它这个方案呢，其实还没有公布，到底是1机2型还是2机2型，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。但是不管它走哪个路径，应该说都会有它一定的道理。因为美国的 F-35战机在研发的过程中，它就提出了用一个平台来满足3个军种不同的需要。 F-35A 是空军型， F-35B 是海军陆战队型，而 F-35C 是美国海军的常规舰载型。尽管它们都拥有隐身能力，但是起飞的方式完全不一样。尤其是 F-35B， 它和 F-35A 差异是非常大的。那么美国在推进 JSF 计划，也就是 F-35战斗机的前身的时候呢，曾经提出过这么一个概念：该型战斗机将有可能是美军最后的一种有人驾驶战斗机，因为 F-35当时还有一个无人驾驶的方案。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演， F-35无人驾驶型的计划项目呢，已经下马了。随之而来的是它开发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无人驾驶平台，比如说 X-47B、X-45A 以及 MQ-25等等。那么俄罗斯新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到底会走哪个路子？会走1机2型还是2机2型这个方案呢？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。从技术难度来讲，应该说如果开发2种不同的垂直起降方案，可能会相对简单一点。因为把有人驾驶的平台搞成无人的，从技术上看好像简单一点，但是成本会更高。因为要想满足有人驾驶的需要，就必须给它配备很多先进的机载系统和设备，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又把这些系统设备拆掉，重新开发出无人驾驶型。那么无论是周期还是成本，可能都不一定能够满足要求，因为这种无人驾驶平台的个头相对比较大。而如果你搞一款无人驾驶的垂直起降飞行器，技术相对简单，风险也比较低，
最终呢，它的研发成本也会比较便宜。可以说，俄罗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，现在呢又推出了另外一个发展项目，那就是未来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和无人驾驶的垂直起降作战平台。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肯定会引起各国媒体，特别是各国军界的关注。那么我们中国今后有没有必要研制自己的垂直起降战斗机，或者呢直接开发无人驾驶的垂直起降战斗机呢？我想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深入思考。好，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